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坦白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啊？我是喜欢你。雷尔，阿妈还在想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哦，刚才排长龙。哦，走吧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喜欢和你在一起，喜欢和你分享一切，我不知不觉的越来越喜欢你。我相信你对我也有好感的，对不对？你坦白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啊？我是喜欢你。你还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解释什么？你说你喜欢戈登，我听了一清二楚。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的喜欢是朋友的喜欢，就是不讨厌跟他做朋友，就好像你不介意跟 No.1静静做朋友那样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跟我玩文字游戏了好吗？李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真的没什么的。那你敢不敢给我看你们的聊天内容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不敢是吗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戈登喜欢你，我叫你小心他，跟他保持距离。结果呢？如果不是被我抓到，你是不是打算就这样玩下去？我没有玩，我是因为，你每天只顾着工作，发简讯给你很久才回复，不想一直烦你，所以才会跟戈登聊天。所以你现在是说是我的错了？哦，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那么介意，以后不跟戈登聊天就是了。不要生气了吗？如果现在换成是我跟别的女生聊天到互相告白，你会不生气吗？屁！你相信我，我不跟戈登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需要你多关心我。你能不能站在我角度想一想？现在是你没有跟别的男人划清界限，互相搞暧昧，你还要我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想啊？那你跟别的男人聊天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一下？说到底，谁不是边爱边惊慌，边伤边牵挂，掩饰着旧伤疤都清楚，忧伤虐待只是自我安慰的方法。可惜了，怎么能说放就放下，说忘就结疤，看时间帮着回答。爱恨的落差。说到底，谁不是边爱边惊慌，边想边牵挂，掩饰着旧伤疤。唉，你们是哪条我要 shot 啦？约我出来打球，却一个两个在那扮忧郁啊！上次我叫你们买的那个 coin， 从$1掉到剩1毛嘞！你还敢说都是你啦？说什么一定会赚，叫我们去买，结果呢，真的被你害死了。我也是受害者 ，OK？ 我输了2万多块啊，我的心快要痛死了。唉，你也亏很多啊？亏多少？雷尔喜欢上别的男人。哈 ？Seriously？ 不会吧？是哪一个贱男人？他有没有女朋友？如果有，我去泡他的女朋友，帮你报仇。他的名叫戈登，是雷尔的同事。
housewarming 的时候他是有来的。原来是那个男的，他长得都没有比我帅。雷尔喜欢他什么？你怎么知道雷尔喜欢他？我亲耳听到他跟雷尔告白，雷尔也说他喜欢他。见鬼了！难怪你今天整个人魂不守舍的。之前我就怀疑这个 Gordon 对雷尔有意思，叫他小心一点。我以为雷尔只是有公主病，没想到他有花花公子的病。他说我经常忙工作，没有时间陪他，他才会跟 Gordon 聊天的。可是我这么努力工作，还不是因为他？而且啊，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全部都拿来陪他了，这样还不够啊！哎，女人真的是欲求不满的奇怪生物。幸好目前单身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哎呀，不知道啦。他们两个现在是真心相爱，反而你变成了第三者，还不成全人家？你的嘴巴只会说废话。我是认真的，出轨是最可耻的，你应该把他甩了。我看任平现在戴的只是浅绿色的绿帽，还没到离婚的地步。我也不想要搞到离婚啦，可是你叫我把事情当作没有发生过，我办不到。他做初一，你就做15，你也出去玩一次，就扯平了。好主意，去喝你的水了。Bro， 我觉得你要跟雷好好谈一谈。你们才刚刚结婚，7年之痒都还没到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啦。哎，可是这件事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啊，所以我是没问题，这个大嘴巴我就不知道了。放心，我会。哇！第3次世界大战啊！奶弟，不要取笑我了。还是让我来煮啦，来。没事，我可以。你打电话给妈咪了吗？放心，已经通知他带人品回来吃饭了。等一下，人品看到你给他的 surprise 啊，一定很开心的。不迟也不早，回来的时间刚刚好 ，surprise！ 大厨驾到。妈咪，今天你下厨啊？哦，不是说好你煮的吗？哦，他说要给人品 surprise， 就叫我骗你们回来吃饭喽。儿子啊，你看你老婆多有心，感动到不会说话嘞。我上个厕所。奶弟妈咪，我第1次煮意大利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好，试试看。哇，网络真的是好东西啊！照这视频煮出来的食物也可以这么好吃。喜欢就多吃，厨房还有很多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妈咪，之前你的手腕受伤，我买了保健品给你，它可以减少关节之间的摩擦，也可以减轻疼痛。谢谢你，有心了。磊儿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呢？啊，一定是最近拿了很多花红，刚才送我一支名牌钢笔，现在又送你妈咪保健品啊！我从小就没有爸妈，早就把你们当成亲生父母，孝顺你们是应该的。乖了，来吃。比比，你叫车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帮你叫。你不跟我回家吗？比，对不起嘛。15分钟后到。我已经道歉了，还做了那么多，还要跟我冷战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不是答应彼此，不管怎么吵架，当天就要和好的吗？
现在是你对不起我，你要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我已经说了很多遍，我说的喜欢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只相信我现在是一个大笨蛋。我已经删掉Gordon的电话号码，我们绝对不会再联络了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我明天就去辞职，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？你车要到了，我先走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到底要怎样你才会原谅我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今晚在这里过夜。为什么不跟雷爷一起回去呢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对呀，雷爷给你 surprise， 你一点都没有 surprise， 反倒是你的反应让我们两个很 surprise。我和雷没事啦，你们想太多了。我这么好骗吗？你知道雷爷一向都不下厨的，今天特地煮给我们吃，还送东西给我们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他才会这么做的。嗯哼，你们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。雷爷跟我说他的姑妈身体不舒服，所以这几天会过去那边照顾她。我不想自己一个待在家嘛，就留下来咯。怎么不欢迎我啊？这也是你家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我只是担心你们会有事。真的没事。如果发生什么事，你们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。OK？ 儿子，老爸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我去洗个澡。老婆，我觉得儿子跟雷爷肯定有问题，你要相信我男人的直觉。废话，谁都看得出，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儿子长大喽，有心事都不告诉我们哦。这种事情怎么会跟父母说的？他不说没关系，可以从他身边人着手。这件事情交给你啊。啊？你跟他说比较好吧，毕竟你们都是女人呐。什么女人？你不是说雷爷吗？为什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的？儿子出了事，他的兄弟又不知道吗？对 ，OK， 包在我身上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哇，不错哎，快点吃。boss， 您什么时候对下厨有兴趣的？不是我啦，是雷爷。他昨晚特地来我家下厨，煮了很多，我今天就带来跟你们分享咯。雷爷真是个好媳妇啊，还给你们做晚餐。对呀，他很少下厨的啊。昨晚人品吃得津津有味，不知道多开心呢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还想否认？你们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们了。老实说，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吵架而已啦。我跟顾客都可以吵架了，更何况是夫妻，不吵架才不正常。啊，你跟马立明也是整天吵。昨晚人品连自己的家都不肯回，整晚闷闷不乐的，事情一定很严重。你们两个今天不坦白说，休想回家。好了，说了，人品戴绿帽了。什么戴绿帽？雷爷一向很乖巧的，我真的从来没想过他会做这种事。哎呀，他连粉红色马桶都可以装在客厅了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他们小两口原本好好的啊，为什么突然搞成这个样子呢？哎，难道不美满的婚姻也会遗传的 ？Boss， 你别太担心，雷儿只是精神出轨，这点绿帽暂时还是浅绿色的。如果人品大量一点，肯原谅他，他们还是可以和好的。精神出轨，出轨就出轨，还有分精神和无精打采的。这个好笑，好笑。谢谢捧场。不好意思，你是屋主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装修商。请问你是？我是陈大明，我爸是这间屋子的前屋主，我来拿回我爸爸留下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呀？
我爸爸不久前刚去世，临死前他说他在这间屋子埋了一袋东西，是钞票。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所以就来看看。啊，有，不过我们已经把它交给现任屋主了。你已经把钱交给杰森哦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屋主的联络号码，你自己联系他吧。来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boss， 我突然想起我有事要办，我现在走了。哇，他们到你就要走了，你去哪里？我们还要商量。一点点和一滴滴。你设计的很不错，是要送人的吗？我的朋友是 interior designer， 我真的很希望他会喜欢我的设计。一定会的。再相聚，是否注定永远会在一起？难道这就是爱情？有时甜蜜，有时又会伤心。凝望着你那双眼睛，一次又一次，我还是无法逃离。不管现实还是梦里，处处都是你。拿起手机，放下手机，都是你音讯。偶尔吵闹，偶尔撒娇，真的没关系。你在哪里？要到了吗？就算还是你的情，最后还是回到你怀里。累了，你先去睡吧。不累，我不知道多精神，只是有点脑缺。这儿子真是的，这么晚还没有回来，也不接电话。会不会是他和雷尔已经和好了，所以回去自己的家了？如果是这样，也要通知我们一声啊，我们会担心的。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这晚才回来，你去哪里？我去和朋友吃饭呢。打你电话不听，也不回简讯的。哦 ，silent mode，sorry。你们在等我回家啊？不是吧？我都这么大了哎。我们怕你做傻事啊。我怎么会做傻事？我去和朋友喝酒，不知道玩得多开心呢。儿子啊，你不必演得这么辛苦，我们都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。来，老爸的胸膛为你准备的，过来好好哭一顿。雷尔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记得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老爸老妈永远是你最强的后盾，知道吗？那两个大嘴巴，明天找他们算账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跟我们商量？还骗我们说李叶是去了他姑妈家。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没想清楚。在你想清楚之前，你就一直打算住在这里。这也是我家啊。也对。你好学不学就学你爸，碰到问题就选择逃避。哇，我躺着也中枪啊！啊，虽然我觉得精神出轨也是出轨，可是人都有缺点的，也都会犯错的，知道吗？是啊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不要意气用事，知道吗？丽明姐 ，Hello， 哎，宝佑，怎么来了？我来找 Number One， 你有看到他吗？今天还没有。我从昨天一直打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有听，发简讯他也没有回，哎，应该不会有事哈。不会的。不可能啦，绝对不可能。我当然相信 Number One 不会这么做。Number One 做了什么事啊？这一位是……哦，他是Number One 的老朋友，
这位是Number One的父亲。伯父你好。啊，这是他老板。也是她老公。哦，老板你好。你好，你们刚才是在谈Number One的事吗？他说我儿子啊偷了人家的钱呐。Number One 好像拿了顾客的钱跑路啊。哎，陈先生，怎么了？我找了Jason，他说他根本没有收到钱。不可能啊！我的员工Number One说已经把钱交给他了。口说无凭，他在哪里？叫他出来对质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联络他啊。打不通。看，一定是他拿钱跑路了。不可能，Number One不会为了这么一点点钱就跑路的。整整20万还叫一点点钱啊！我要报警。哎，陈先生，你先别冲动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查清楚好吗？好，就给你3天。3天后如果还是没有消息，警察局见。我不相信Number One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？前天下班之后就没有见到他了。哦，我昨天本来要米他，可是他没有出现。老万，那昨天晚上还没回家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睡觉前都没有看到他了。哇，你儿子一整晚没回家，你也睡得着啊？哎呦，他都几岁人了，就算一晚上没有回来哦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。难道他真的出事了？如果一不小心关上整座城市的灯光，是否有个地方照亮心房？这里有善意目光和温暖的肩膀，还有相互支撑的力量。如果不经意间暂时写下了心房，是否有些话你一直想讲？也许他不太擅长表达快乐悲伤，